说点彩礼那些事儿啊，有一个活我最不爱干，那就是提亲呀。那家伙一问到彩礼，就一个个跟炸锅一样，现场就跟那菜市场一样讨价还价。有的人家呢还通情达理啊，这彩礼呢看着能力给，这有的呀要了20万都觉得亏了呀。结婚当天，哎，不下车，你非得再给我10万。哎呀，人生不易啊！今天上午就提心吊胆，跟男士一起去女方家里提亲去了。咱就把这个过程给你们说说啊。先说一下这个两人的情况。男士是92年的硕士，在国企工作，年薪在20左右，独生子啊，父母都是公务员。这个女方呀是94年，3本是艺术类的啊，待业在家考公务员，父母是农村的，有一个弟弟。两人呢是自由恋爱了2年，同居1年多。恋爱期间呢，这个男士每个月是给女方生活费在3000左右，还给他还了外债7万，再加上生活开支啊等等，这2年期间啊花费了将近30万。上午去的时候，这姑娘和弟弟还有妈妈在啊，爸爸去干活了。我们到了之后啊，这双方啊是嘘寒问暖了一会儿，后面呢就开始聊到这个结婚的要求了。女方妈妈不说则已，一说惊人呐，房一套，车一辆，彩礼30万。我听完那血压蹭蹭蹭往上涨啊，真后悔没把我那池子里王八给带来，劝劝我呀。男士呢听完就解释说呀，自己啊现在没有钱啊，头2年刚买了房子装修，这2年收入啊很多啊也都是花给2个人了，这个最多呢现在也都能拿出个10万左右。女方妈妈一听啊，理直气壮的说呀，谈恋爱都得花钱，怎么你还得把这钱算到彩礼里面嘛？你1年挣20万，彩礼啊要30万，这要求啊一点都不高。我一看这情况啊，还没谈就吵起来了，就赶紧解释呀，这彩礼啊就不要跟这个男方收入挂钩了，当地的风俗啊也就是几万，最多也就10万了。我这话呀还没说完，女方弟弟就嗷嗷了一下啊，打断我说，现在10万彩礼拿出来不丢人吗？女方妈妈呢也是紧跟着声音特别大的怼过来啊，你知道我们村里有个寡妇啊，带着6岁的儿子找了一家呀，人还给了20万的彩礼，我家闺女这不能连寡妇都不如吧？我们家面子放哪？接着又说呀，他们村里没本事的姑娘嫁人啊，人家大专的这个干电焊的都要给20万，怎么你学历研究生还是当领导的，好意思比这个低吗？哎呀，这话一出来，男上当时就火了，你女儿现在没工作，还是靠我养着呢，怎么好意思要这么多啊？两人呢就是你一言我一语的吵了一会儿啊。男士转身啊就问女友啊，我要是没有这30万，你嫁不嫁？这姑娘脑子啊也不带灵光，听了就说呀，这结婚啊是要跟你一辈子的，嫁到你们家呀就要伺候你们，给你生儿育女，把我妈妈自己扔到家里，那肯定是要补偿的。再说这钱也不是给外人呢，我妈呀就是你妈，那又怎么了？男士当时听完呢，气得血压都往上冲啊！我拉住他先冷静一下，就听女方妈妈在那儿又苦口婆心的劝呀，这笔钱呀我们也不要，那存在女儿的名下，万一哪天你们离婚了，这女人带个孩子呀，她也不好嫁人呐，这钱也能够给她当个保障。男士啊接着就问啊，那给30万陪嫁多少？对方理直气壮的说没有陪嫁。这时候啊男士就已经很生气了，说要么10万彩礼两人结婚，要么分手。对方一听啊直接说啊，这10万可以，但房子啊必须得加名字，车也得是女方的名字。哎呦，你们没看着对方那要钱的嘴脸啊，上辈子土匪，这辈子都投胎他们家了。我劝女方，我说你们家这个条件啊，聪明点的不要彩礼也会嫁。男士硕士，年薪20万，独生子，父母在政府工作，这条件啊够优质了，多少人都想认识。姑娘你马上30了，去相亲也是一个不讨好的年龄，没有工作，各方面条件一般，分了手你根本就不会找到他这样的。我还没说完呀，他弟弟就说呀，我姐那是要考公当官的。哎呀，那底气让我觉得啊，那都不是考公了，那是要考总统了呀。双方呢又因为啊是谁配得上谁啊，又吵了一会儿。最后他弟弟是直接起来啊撵我们出门，说我姐有的是人追啊，连彩礼都不舍得给，以后啊对我姐肯定也不好。男士气的呀，出来就给他女友打电话嘛，结果呀是被拉黑了。说个最终结局啊，这个男士啊联系上女方了，要求女方必须还给他10万，而且分手，都是有转账记录的。这女方一听啊不同意，而且还去挽留这段感情。沟通到最后啊，就说这个分手可以，这个钱呀5年之内再给他，并且呢录了这个电话录音。男士呢就拿着这些证据啊，决定起诉法院，说对方既然不讲情面呢，也休怪他狠心了。最后劝那些因为彩礼吵架的买家和卖家们，如果婚前都能产生巨大分歧啊，这日子往后啊他也过不好的。好了，下期再给你们讲个陪嫁2双袜子的事儿。
我下午去跟人相亲回来了哈，原本呢咱想过个开心的6·1啊，没成想啊，这心到现在都很堵啊。有一个男士89年的，这个有车有房，自己开了家饭店啊，年薪在20万左右，条件整体不错，我就给他介绍了一位92年的女老师，自己开培训学校的。这两人也是抽空就约了今天中午见个面。哎呀，谁知这男士啊，咱是不清楚他是咋想的，真要命啊！两人呢见面，这女方问他有车没有，他说没有车，是电动车。女方的脸立马就拉了下来了啊，就问他有房没有，他说没有，在住这个合租房。女方又问他你自己开店一年能赚多少，他给人来了句啊3-5万吧。好了，男方这顿操作啊是直接把我给卖了啊，自己也没讨好。人女方一听啊，那直接就质疑啊，红娘不是说你有车有房，年薪在20万左右吗？这男士一听啊，就接着说呀，这车呀准备买啊，房子也准备买，但最近啊这买卖不好干，钱赔了他就没有买。好嘛，人姑娘一听啊，脸色唰的一下啊，变得就跟变天似的。两人接下来呢就有句没句的聊着。这分开不多久啊，这姑娘就发来一句话，哎，我觉得咱俩不太合适，不过你这人还挺好，我们可以做个朋友。男士立马真的是秒秒钟的就给我打电话，说对方呀把他给拒绝了，还带有那种特别庆幸被拒绝的意思。我听完这过程真的啊，王八都按不住我那血压呀。我问他你到底有没有车，他说有。要有没有房，他说有。你实际收入到底多少，他说保守啊是20万。我一听啊那更气啊，那你为什么要跟别人撒谎说没有呢，说一年能赚个3-5万呢？人男士给我开始上哲学课啊，给我来了句啊，现在这世道好女孩不多了，我要是说有的话，就我这收入年薪30万，那说出来多少女的都得抢啊。所以他自己综合考量了一下，怕遇到这个拜金女贪图她的物质，哎，就说了句啊没有，希望能够遇到真爱，遇到那种啊就是不在乎车房这个年薪的这种姑娘。哎呀，听完真的那一瞬间啊，就有人感觉就是雷劈到我脑门上去了。后面啊他还跟我说啊，当他自己跟这个女孩子说啊这个没车没房，那女方的表情啊立马就刷起来的时候，他就自己判断啊，一看就是贪图物质的女人。听得我呀实在是不知道啊上哪去找块砖去。我说你知不知道人家姑娘自己就有2套房，车是崭新的，宝马7系，全是人家一点一点的奋斗过来的。人姑娘只想找个条件差不多的啊相处着，可你在开口的时候就抹杀了这个可能啊。男士一听啊是十分后悔啊，那你怎么没跟我说这么详细啊？你光说他年薪20万，有车有房，我要知道他家这个条件的话，我一定会好好认识的。接着就问我呀哈，戏剧性的，那我能重新认识一下吗？气得我呀这门都没有。电视剧里面总有一个狗血的桥段，一个有钱的富二代啊装穷人去相亲，女方问他有车有房没，男方说呀是电动车出租房，哎，女方一听立马就走。谁知啊这男方啊接着就当着女方的面啊去打开自己的保时捷跑车呀，笑着对这姑娘说，我最讨厌拜金女了。哎呀，这女方一看的是十分后悔啊。哎呀，你说这你何必呢啊？你要是8套别墅9栋楼7、8辆豪车，怕人惦记上，表现的低调一点哈，哎呀我还能理解一些。如果只是普通的1套住宅1辆代步车，你貌似在相亲市场上没有必要这么做吧。之前我遇到一个真的富二代啊，人家经营家里的厂子，1年1000万打底，他的家里人就跟他说呀，相亲低调点，千万别让人知道你的条件啊。他相亲逢人就说呀，哎呀自己是1套车1套房，在单位里上班。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姑娘啊，直接是全部摊牌。你看看人家遇到喜欢的姑娘，人家会全说的。相亲这个事情你多多少少都是要有一些诚意的，互相需要一点尊重。咱就再说的刻薄一点啊，就算你亮出全部的家底，人家都未必能看得上你。这相亲除了看条件，还得看颜值和感觉呢。你这倒好，把自己仅有的那点优势还给藏起来了。我也是真正的这个无奈了啊！哎呦，那个心堵的呀，算了。哎呀，我还是去收拾一下我那被人捅的一刀子的心吧。哎呀，我跟你们讲啊，相亲这事挺折磨人的。哎呀，那是够的了。有一对男女相亲半年就黄了，我那心啊老堵了。男方今年是30岁，国企做管理的；女方今年28岁了，大专幼师。两人在年初的时候认识，相亲1个月之后啊，两人就很快在一起了。上个月呢，两人谈了有半年多了啊，这双方啊也都见过父母了。男方就提出呀，想11订婚，年底结婚。但这姑娘就觉得呀，谈了半年就开始订婚啊，那太快了吧，说什么也不同意。这话一出啊，把男士给气的呀，我都30了，你也不小了，家里都等着结婚呢，咋还得考察呀？这男士就着急啊，你要觉得咱俩不合适结婚啊，那咱们就分手嘛。这人姑娘一听啊，我不分，哎，觉得两人合适的很，只是自己还没想好。男士就想不明白了啊，这合适怎么就不结婚呢啊？问他什么时候能够考虑好。这姑娘说再谈个1年左右的。男士一听啊，就来了脾气啊，这1年过去，我娃都应该出来了，你才跟我说结婚啊？
觉得呀这女方就是在吊着他，既然没得诚意，那咱就不谈了嘛，直接把这姑娘给拉黑了。哎呀，这一操作，姑娘直接懵了啊，急了呀！哎呀，难得找个条件好的，这还得跑了呀，找不着人了就来找我告状啊！哔哩哔哩一顿讲。哎呀，我反正每天啊不是在牵线路上，就是在劝架的路上。我问这姑娘为什么要等1年的时间啊？她说感觉自己确实不是很喜欢这个男士啊，怕自己结了婚后悔嘛。哎呀，这话给我整的也不明白了啊！不喜欢为什么要答应人家？他给的理由是这么说的：男方的物质条件可以满足他所有的择偶期待，但是对方的身高、颜值和性格等等都不算对他很有吸引力啊。当时决定在一起啊，一是家里催婚压力大，二是对未来很迷茫，不确定自己再错过还能不能找到更好的。最重要的一点啊，是男方是独生子，工作体面，有房子还是全款，父母都是高知家庭，对他未来带孩子是很有帮助的。哎，权衡利弊之后啊，才同意的。我这一听啊，这不就是经典的看上条件了没看上人吗？我好心劝他，我说你要是不喜欢这个男士啊，你为了条件逼迫自己跟他结婚啊，婚后你也不会很开心的。他和我说呀，自己马上29岁了啊，想在工作这个城市里定下来，只能找个本地人结婚，而这个男士的条件是最合适的。男士听完就说呀，这半年这姑娘几乎从来不主动关心他啊，也不问候他，甚至跟这姑娘拥抱都觉得很陌生啊。和他说点自己的事情啊，对方都会很反感。我爱他，但是他并不爱我，我不想和他在一起了。反正我也没劝和，俩人这么分了啊。哎，不该我事啊。很多人都问我一个问题，老师啊，结婚到底是合适重要还是喜欢重要？你选人结婚啊，门当户对、互相喜欢是走进婚姻的基础条件，所以合适和喜欢一定是并存的。退而求其次，不看条件，你也找个自己喜欢的人。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啊，风都是甜的。如果见面3次你依然不喜欢，那就果断放弃，后面你是不可能喜欢的。对方不喜欢你，对你爱答不理啊，没有被关心的感觉，你也要放弃。干嘛跟一个连关系都不愿意给你的人？你的爱就很廉价吗？另外啊，条件合不合适啊，不是看对方的，而是看你自己。你月薪3000想找个月薪2万的，你永远都遇不到合适的。你找个月薪6000的，自己还蛮喜欢的，就相处看看。不要总问，哎呀，为什么我遇到的要么就是喜欢的条件不好的，要么就是条件好的不喜欢的？那是因为你遇到的太少，或者是择偶要求太高了，非得在这几个人上靠着吗？当你找到一个还蛮喜欢的，条件也差不多的人啊，就去相处一段时间看看。你要看看自己是否能够接受他的性格脾气，对方是否能够控制好情绪去解决问题。对于那些动不动就吵架、冷战、不反思自己、总指责别人、不愿意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人啊，是不适合结婚的。婚后你也会过得一地鸡毛，离婚是早晚的事情。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，不要随便去找个差不多的人就行。不幸的婚姻啊，消磨了爱情，还会让双方啊都身心疲惫。花了那么多钱都结婚了，还娶个不情不愿的，这样的婚姻啊，还真的不如不结呢。今天周末来相亲的人可多了，我差点没让一对单身男女给气过去啊。有一位25岁的姑娘，上个月就来找对象了，人确实很漂亮，外貌绝对在7分以上。做策划的她找对象就有一个点，颜控，就是喜欢那种又帅又成熟又稳重还有钱的。介绍了好几个都看不上啊，不是觉得人家个子矮，就是觉得长得丑啊，要么就是不太会打扮的。好不容易啊，有一位男士27岁，在事业单位工作，长得很帅啊，父母都是医生，这家庭条件也好啊。这姑娘觉得还行，想见面认识看看。给这男士啊看了这姑娘照片，他也很愿意，毕竟人姑娘长得也好看啊。昨天晚上俩人就约着啊，一起去吃了个火锅呀。俩人在前面聊的都很好，很开心啊。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自己的兴趣优点这些。男士就跟这个姑娘说呀，自己性格是比较属于那个沉稳，脾气也很温和，平常喜欢运动啊，经常去健身房，也特别喜欢研究美食之类的。完了啊，他就问这个姑娘，哎呀，你性格怎么样呀？平常都喜欢做些什么呀？人这姑娘可有意思了，说我比较懒，不会做饭，不会做家务，说平常喜欢购物，喜欢旅游，喜欢看剧，喜欢睡觉等等。这给男士听懵了啊，这些都不是优点吧？这姑娘反问啊，怎么不是啊？不做饭，比较懒，都告诉你了，这说明我不装呀，不藏着掖着呀。爱购物，爱旅游，说明我热爱生活。这回答给男士整的是一愣一愣的啊，问他平常多久出去旅游一次呀？这姑娘说，少则1年3、4次，多则1个月1次。一般工作累了就得出去旅游，看看大好山河呀，也享受一下生活。男士吓得呀，赶紧摸摸口袋，你想的是山河大海，我看的是油和钱包啊。他就很好奇啊，你1个月月薪啊，肯定得有好几万吧？人姑娘很爽快，就5000，每个月月光基本都剩不下。给男士听的呀，那你没钱还敢出去啊？这姑娘听完就有点不爽啊。这女方跟男方出门，那肯定是男方出钱啊。她想找个同频的人，一起出去享受生活。听到这儿，这男士啊就怼了他一句啊，我也挺热爱生活的，我喜欢去阿尔卑斯山上滑雪，喜欢吃澳洲龙虾，喜欢去马尔代夫看海，还特别想坐直升飞机嘞。然后就问这姑娘啊，能否出钱也让她去热爱生活一场。
这姑娘听了肯定不愿意啊，你是脑子秀逗了吧你？你出去玩凭什么让我出钱啊？男士就反问他，那你凭什么让我出钱啊？行了，这顿饭吃的表面是风平浪静，实则是暗流涌动啊。这姑娘觉得这男方太计较了，男方听了也不让啊。既然你说我计较，那火锅钱咱一人一半。说着呢，男士就去前台付了300，转身就走啊，让前台去收剩下的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回去之后，这男士就失联了，这姑娘就发信息要火锅钱呀，也不回，打电话也不接了，气得他哇哇是找我呀。我就特别的纳闷啊，以前呢这人相亲都介绍自己，哎呀勤快，性格温柔，会做饭，爱干净。现在有些人相亲去介绍自己啊，比较懒，性格不好，脾气急，不会做饭，还得让人照顾，听的都以为你是天生残废啊。这种上来就摊牌，无非就是以高位自居，让你知道我就这个样子，你爱喜欢不喜欢。你让他对着身价成千上亿的人说试试，他只会说哎呀自己性格温柔，会做饭，会理财，会规划生活。另外呢，一个月工资几千的人，征婚资料展示的都是自己每年去过很多地方旅游，把喜欢旅游、喜欢购物这事儿当成自己的优点去展示，说自己热爱生活，这只会让男人觉得这个女人对生活的消费水平要求太高，婚后男人是要为此买单的。这在相亲市场上绝对的减分项，还在那美滋滋的计划着，哎呀，每年跑出去浪几圈呀，短则几天，长则数周不在家。你觉得这叫做热爱生活吗？我们去相亲啊，选择结婚对象，你一定要看对方有没有我们需要的价值，收入、职业发展、家庭背景，对方的脾气性格，哪怕是身高样貌，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价值。可你说你喜欢去旅游、去购物，这些都是消费型的爱好，没有利他的价值，除非它能侧面的反映出你的家庭背景和收入状况，能证明你确实是一个有创造价值能力的人。比如说一个男人跟你说我的爱好是打高尔夫一样，每年光抽会员卡就有几十万，你会觉得他价值低吗？别人最终能不能选你是取决于你是否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，而非消费本身。你拿着几千的月薪，有着消费几万的兴趣爱好，这男人不跑啊才怪呢。有些人来相亲啊，你是又挑又不自知啊，没得救了。有一姑娘大过年我让给急的，差点进了2院我。95年的29岁幼儿园老师啊，他给那相亲史上画上了浓重的一笔啊，相了6、7年了，就是没嫁出去，给我愁的是不行了啊，长得还可以，就是是眼眶子贼高啊，爱幻想不切实际。你问他择偶要求吧，房子要有，长得不能太难看，哎呀，父母还得有退休金，赚的不能比我低。问他你多少钱呀？他说4000多点，那我就给你介绍个6000的吧，那比你高很多了吧？他说不，6000的和我是差不多呀，不能低于1万。反正啊，相了这几年，各种条件不合适呀，我都已经对他躺平了。结果今天来跟我说呀，他要有对象了，让我给选选。哎呀，我这听啊一愣啊。上回我们去办那个相亲会啊，他来了，照那资料卡，好家伙，加了一圈年收入20万以上的男士，至少得几十位啊，每天业务非常繁忙啊。男友养成记，元旦一放假，昨天是统一安排见面赶场，上午、周五、下午、晚上一天接了4位，哎呀，跟后宫选妃一样。见完面给他兴奋的啊，晚上睡不着觉啊，愣是不知道该选谁了。一位啊比他大了1岁，这学历不高，人家能干呢，跟着父母开店啊，门店挺大，有车有房3套，而且还有2个商铺，最主要都是全款啊。男士也说了啊，准备再买一套这个大点的洋房啊，做婚房，其他的出租，这样每个月光收租房子1个月就有上万了。这姑娘一听，眼睛啊瞪得老大啊，这男人有能力，嫁给他我是衣食无忧了。可这一看着男士，他又觉得不雅。说话大老粗，光想着挣钱买房呀，生活不是打牌喝酒溜 KTV 啊。这姑娘就试探的问了2句啊，吵架男方愿意哄女孩子不？这男士给怼回来啊，为啥要哄？谁做错谁道歉啊？给这姑娘气的那堵得慌呀。但是啊，又一坐上这男士的奔驰车，又觉得男士这个魅力倍儿足啊。第2位，这姑娘就说是一见钟情啊，28岁，比他还小啊，185的身高，身材啊特别好，而且皮肤白，有衣品，会打扮，做保险这个行业。2人边吃饭边聊天啊，聊到家庭条件。一听啊，男士是农村的，有个弟弟和妹妹，父母目前还没能力帮他置办房产，还有点负债。哎呀，那个心里就不愿意了，饭也吃不香了呀，想着呀租房结婚，这不是扯淡吗？我怎么可能结婚租房子呀？可一看男士一眼，哎呀，那个心动呀，就特别纠结，爱情和面包难道不能同时给吗？说完他就跟我讲，哎呀，自从见了他们呀，我是一晚上没睡着。这长得帅的没钱和有钱的长得丑的，我到底该怎么选呀？我就教他啊，这选人呐，别看长板，得看短板。你最不能接受谁的短板？他权衡利弊了一圈啊，哎呀，还是哪个都想要。我问他男方都什么意见啊？他说我还没联系呢，我这没确定下来选谁呀，我是不能联系，万一他们俩都喜欢我，我这整的脚踏2只船呢。哎呀，我一听啊，我说姐妹儿，你连男方啥态度你都不知道吗？你搁这纠结啥呢？我说这样吧啊，我给你问问人家，反正我也认识，对你印象咋样呢？你再做个选择。他说行，
我就给第一位男士打电话啊，男士直接就说了性格不合适，这给这姑娘气的，就见了一次面，还没相处就说我性格不合适了。我说人家那是托词，原因是啥不重要，人家就是不喜欢你啊。第二位也打通了啊，说已经有对象了。我这一听，你这也太快了吧？男人说昨晚刚见的，人合适啊，这时间就不成问题。言外之意啊，这姑娘不合适啊。哎呀，这姑娘可气的啊！这中午刚见完我，晚上就去见别人，对我太不尊重了吧？听完他又问我，这找对象怎么这么难啊？不，这女人想嫁都好嫁吗？我的乖乖啊，你找个条件差，那肯定好嫁呀。多的3000万的光棍，你怎么不从那儿选呀？隔壁村的五保户，你怎么不跟啊？这相亲和你选企业找工作是一样的，有些公司收入高，发展好，还没那么辛苦，而且还很光鲜。你得不到这个公司的 offer， 那是你实力不够啊。北大清华谁都想去啊，你分够吗？上个大专都费劲，人北大清华抢的都是状元的。你要求高那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但是你要先掂量自己到底几斤几两，别好高骛远，自作聪明，这儿看不上那儿看不上的，看上你的你又嫌这儿嫌那儿的，再这么下去，五保户得嫌你事儿多。现在年轻人相亲啊，你能被他们给逼疯。家庭条件不错，长得不帅不行；五官身材不错，身高太矮不行；学历工作不错，这出身太差也不行。这下午有一位姑娘来找对象，32岁，世界500强的客服经理。哎呀，这名声啊冠得很大呀，我让他差点没给我整崩溃喽。颜控加上身材控啊，找对象就想找到185以上有腹肌身材好的帅哥啊。他说自己相亲了5、6年，都是卡在脸这一关了。曾经也妥协过，找不到帅哥嘛，那就找一个条件好的不帅的吧。谈了3个月啊，男士摸他手一下就感觉难受，心里恶心对方的触碰，也恶心强颜欢笑的自己，最后实在接受不了就分了。我这一听啊，你这颜控挺厉害呀。他说对呀，要不自己能找不到对象吗？他就想让我帮他找一下。哎呀，说我这边圈子广。我问他，你除了颜控啊，其他有要求吗？他说没有，就想找个有感觉的。听完呢，咱就给他拔了帅哥照片啊。有一位帅哥啊，这个素颜照长得很帅，他一眼就看上了。94年的，自己开了个洗衣店，父母农村的有个哥哥。这姑娘一听啊，完犊子了，农村的接受不了啊，自己啊是城市里的，就是不想去农村。我说你不是没有要求吗？他说我没要求啊，只要不是农村的就行，哪怕在城里打工我也愿意。好了，又给他介绍一位保险公司上班，32岁未婚的啊。哎呀，这姑娘又觉得这工作不太体面，大男人跑保险，就算帅让人接受不了。我一听啊，你不是说找个打工就可以吗？他说不行。后面呢又给他介绍了一位，气得我呀，嫌人家33岁年龄大呀，想找个长得帅气的弟弟，大的不要。哎呀，大妹子，你都32岁了，弟弟们也想找妹妹们。他说啊，这男人大了啊，再发福秃头就不好看了。听完你真是能让他给气着啊！不一会儿啊，他就出去上了个卫生间啊，回来就跟我说啊，隔壁房间有一个男士啊，他看见了，哎呀，长得特别帅啊，特别喜欢，一见钟情那种，能不能认识一下？我呢，本着也想成人之美啊，就给旁边屋里人红娘要了男士情况。哎呀，我去，95年的，身高188，体重150多斤啊，这个硕士学历，父母都是体制单位的，自己人家是搞金融的，年收入啊，哎呀，很高啊。这姑娘一听，哎呀，太合适了啊，这就是我的菜啊。我看完就跟她说啊，你还别高兴太早啊，我跟你说人家择偶要求，本人颜控要求女方98后，身高168以上，体重100斤以内，年轻漂亮，学历重本以上，工作事业单位。姑娘听完就来了句，怪不得这么好条件没找到对象，那他也是颜控啊。哎呀，后来陆续又给他说了几位，结果呀都是好看的嫌人家工作不好，工作好的嫌人家没时间陪自己，工作好有时间又好看的，他就觉得人家家庭条件不咋地。反正啊说着颜控，其实啊外貌、家庭、身高、收入、工作、性格等等有一样短板，他都会觉得这个人不行。最后呢他就在那泄了气，发愁啊，哎呀姐姐啊，我怎么办呀？我都这么大了，再找不着我嫁不出去了。哎，算了，我妥协现实吧，不要帅的了，找个条件好的吧，有车有房有钱，能养我衣食无忧就可以了。听完呀，池子里的王八又撂挑子不干了，今天这门真不好看呐。什么是真正的颜控啊？这个男人样子就长在我审美点上了，他其他条件啥样我都觉得无所谓，我不要彩礼，不要车房，不用加名了，甚至我不需要他赚钱比我多，学历比我高，就他这张脸我就足够了。这叫颜控，这才叫妥协。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会天降馅饼，一切都是有价格的。相亲市场上颜控啊很不好找对象，帅哥和美女在相亲市场上比例每10位最多1到2位，颜值高的能在相亲市场上多半都是比较挑的。你要先思考自己有什么样的价值能让对方来看得上。说到底啊，相亲就是谈判，需要利益的互相交换，你的内心戏如何你自己知道就好了。在谈判桌上你必须要有实打实的筹码，想找颜值高的可以，那就要妥协于其他条件，想全部都要那就要有全部都要的筹码，不要嘴上说着颜控，实际想空手套白狼，什么都没有，既要又要还要。
如果你连利益交换都拿不出筹码，就狂妄的觉得自己在内心上对颜值上降低了要求，已经是重大妥协了，那真的是不切实际，这辈子都可能嫁不出去的。说的直白点，大白天做梦不害臊。你让我觉着恶心，不要脸。有一位98年的姑娘来找对象啊，自己带了6个小伙子的资料，让我来给选一选哪个更适合结婚啊，他好重点发展哪个。哎呀，你搁那选妃呢？我一看啊，这6个呢就是葫芦娃呀，各有各的长处，有的很帅没钱，有的是有钱不帅，有的是有地位但家里条件差，还有一位挺有意思啊，就是太有钱了，7套房，他又不放心，他就问我该选哪个啊。今天呢，我们不讨论骑驴找马养鱼这事儿，我想说的是啊，很多人压根儿不会相亲啊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找什么样的。阿姨，我今天啊，学院池里放假，跟你们唠唠啊，相亲到底该怎么相。首先，你相亲之前，你要清楚你相亲是干嘛的，不是玩呢，是要结婚，对吧？既然结婚，那你相的一定不是条件，一定是这个人。相亲呢，是你要去展示自己，了解对方，确定他是不是你要结婚的那个人啊。如果是，那我们就谈恋爱看看；如果不是啊，那就及时止损。哎呀，好多人谈恋爱啊，天天想着，哎呀，吃啥喝啥，旅游看电影，整天啊，宝宝乖呀，那是情呀，哎呀，就这个，拜托啊，那是玩伴，不是说能跟你过一辈子的人。你看看那些爹系男友、娘系女友的，哎呀，祖宗闺蜜系的，你扪心自问一下啊，大家都是普通人，谁能够掏心掏肺这样对你一辈子啊？别相信真爱，那大多数都是鸡汤的，现实生活那可比电视剧精彩多了。有些人打着真爱的名义啊，就算自己性格很差，脾气再不好，对方只要不包容，那就是不爱。进入婚姻，你会发现，爱情只是导火索，绝对不是婚姻的全部。它的主导地位会越来越被削弱，将会被亲情和合作关系取代的。决定这段关系啊是否能够完全走进婚姻的，一啊是你们的经济基础，二是你们俩的人生价值观，这才是决定婚姻的长度的。经济基础呢，就是你所谓的能接受他的物质条件，是否有稳定的工作和持续的收入，这对家庭稳定很重要。有些不思进取的人啊，只爱抓这一个点，要车要房，眼高于顶，贪图别人的东西，自己要啥啥没有啊。咱就不说那些人了，说点正常人啊。找到这个人之后啊，彼此互相很有好感，那就谈恋爱看看，不要整天的慢热矜持爱答不理，这些啊就是不喜欢，那就赶紧换人。谈恋爱具体要谈什么？首先呢，你要了解对方的家庭，双方的教育背景，各个方面能不能融合到一块儿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再有啊，基本的人生观、价值观这一块也特别的重要。你最在乎什么？哎，你的底线是哪里？哪些是不能碰的？他的底线又是什么？你们彼此之间性格呀，是否愿意去包容、理解、认同的将来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？如果一个人在精神世界里啊追求高大上，而另外一个人则是极端的物质化的存在，我可以断定你们俩根本过不到一块去。谈恋爱啊，是让你看你能不能接受他这个人的脾气、性格、习惯，你们的相处模式，你是否喜欢？那不是很喜欢，你能不能去忍受？他身上最喜欢的东西和你最讨厌的东西，哪个才是最重要的？你要去衡量这些东西的。生活习惯是可以磨合的，哎呀，你吃辣，他吃甜都可以的。他打呼噜你也能适应，他懒你勤快也可以接受啊。可大脑里面这些思维意识是很难磨合的。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基本的东西都已经成型了。你要记住一点啊，所谓一方愿意为另一方去改变啊，凭什么呀？爱你啊，一辈子吗？哎呀，别搞笑了，这真的不亚于一次轰轰烈烈的给你洗脑一辈子。有些观念是改不过来的，成年人嘛，只选择不教育。最终能够和你长时间生活在一起的人，他的车房条件，他的外貌长相不是最重要的，而是和你在生活方式、情感模式、脾气性格、层次以及阅历大体相当的那个人。所以啊，不要去相亲把对方的条件看得太重，一定要把这个人看得很重要，看一看他的人生价值观呀和你是否对等。还有啊，奉劝那些一天天不思进取，还幻想着去找那完美另一半的人，认清楚现实吧。不要自己什么都没有，就想找那什么都有的，整天说自己单身的原因呢，就是宁缺毋滥。想想真的有点搞笑啊！凭什么人家完美的伴侣会跟你在一起啊？人也瞎呀！哥们儿姐们儿，为什么你相亲就越相越黄？我看上的看不上我，看上我的我也看不上他嘞。上午有一位男生来找对象啊，91年的国企上班，年薪在10万左右，长得比较白啊，个子不算高，170左右。哎呀，他就有个傻点啊，颜控。他颜控属于那种特别厉害的，就是跟我说，哎呀，我一定要找个漂亮的啊，找不到我这辈子不娶了。就因为这事儿吧，给他整得挺郁闷啊。生活圈里的一个个都看不上啊，相亲4、5年了，到现在还没娶上媳妇儿呢。他认为娶老婆找个好看的，天天看着他也舒服呀，心里敞亮啊，带出去也有面儿，舒服。那如果娶不到，他就过不了心里那个坎儿啊。听得我是一愣一愣的啊，干脆啊，我就拿了一摞女士资料给他，你自己选吧。
这男士啊，选的都是身高170以上，长得跟模特一样的啊，一边满眼放光的看着，一边问我，哎呀，他们有没有什么要求啊？眼光是不是都很高啊？我说这些漂亮的姑娘啊，她们的要求基本就2条，要么男人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或者经济实力很强，要么男人啊和她有同等的颜值啊，情商很高嘛，人家也想找帅哥呀。他听完就问我，那能看得上我吗？我说啊，这大概率看不上啊。那有条件差一些吗？我不看条件，只要人漂亮就行啊。我呢又给他了一摞资料啊，里面大中专的居多一点。他又是筛选了半天啊，跟我说，哎呀，这个姑娘好看啊，中专学历，做客服的，可以认识一下吗？我说这姑娘98年的，人要求男方95后，情商高，身高180以上。她也不看条件，人家也看颜值的。男士一听算了，哎呀，我个子矮，年龄大，估计看不上我。他又问我另一个姑娘啊，95年，长得倍儿漂亮。我说这姑娘离过婚，没有孩子，对感情她没太有安全感啊，要求很高，希望别人能够对她很好，有耐心，有时间能陪她的。他说那不行，我不太喜欢啊，太粘人的。他又问了一个啊，我说这女方呀，老家农村的单亲家庭，有个弟弟，家庭条件比较一般一点。我话还没等说完呀，这男士就打岔，就说那不行啊，条件啊我不做要求，但是啊你也别太差了吧。我想找个颜值高一点的，我看着舒服啊，这身体和精神都得健康，有份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，还有啊，他最好是没谈过恋爱，处女最佳。哎呀，听完我直接抽出了我的底牌啊，你看看这位呢？他说，哎呦，这不是观世音菩萨吗？我说对呀，你许个愿，或许能成功的。你喜欢漂亮的，你要认清楚一个现实啊，漂亮女人身边缺男人吗？你要是条件不抗打的话，咱就踏踏实实找个居家过日子的。男人年龄也值钱啊，我就给你唠句实话啊，相亲啊，你要是能遇这个，人又温柔又漂亮，身材又好啊，对你还好的女人啊，十有八九啊，不是杀猪刀骗那种城市中产大白菜的，就是家中啊有幼子啊，下面 N 个弟弟，或者是黄赌毒啊，其一或者都占的。天下哪有那种好事？你自己不上称几斤几两吗？为什么香一个黄一个？那是因为你择偶要求不切实际，脱离现实，就跟做梦一样啊。还有啊，就是你那种躺平啊，相亲都嫌麻烦，等待女舔狗上门的恋爱态度。你要能找到称心的啊，你置那些努力上进的男舔狗们于何地啊？你看看《西游记》，那外面的蜘蛛精啊，人都围着唐僧转呢，哪有围着八戒转的？只要孙悟空一不在身边啊，他们就蠢蠢欲动。怎样想办法成为唐僧啊，那才是学问。择偶要求啊，切实际一点，结婚过日子你都得找个靠谱一点。别说我说话难听啊，你都30多岁了，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，那早就过了爱玩的年龄吧。男人现实啊，女人也现实。你现在需要考虑的应该是你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啊，才能够配得上你要找的那个人吧，而不是你的标准在哪里，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入了你的法眼。如果你连现状都搞不清楚，尝试多少次都是一样的结果。所以啊，那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啊，你就别出来霍霍了啊，你单着呀也挺好。中午左右啊，来2个姑娘来找对象，特别有意思啊，一先一后。一位呢是93年的本科，是个企业的金领，年收入在15到20万左右，身高呢有170啊，身材匀称，就特别有一种御姐范儿。这后面来的姑娘呢是96年的国企会计，年收入在8万左右，这个长相又比较清纯一点。这2人呢是差了半个点啊，先后来的。93年的姑娘呢就想找那种全款车房，年收入10万以上的。96年这个姑娘呢就想找本地啊有房子啊，可以接受贷款，年收入在8万以上，就是比他高就行。他们俩在这个选这个男士资料的时候啊，同时看中了一位男士。这个男士是92年的啊，身高185，自己创业做互联网工程的，年收入在20个以上至少吧，长得很斯文，戴个眼镜啊，也是有车有房，但是房子呢是有少量的贷款。这为了避免尴尬啊，我就去了另外一个屋去联系这个男士。那讲究这个先来后到嘛，我就先介绍了93年的这个女士，还没等说完，人男士直接拒绝了，理由是呀，这个太优秀了，有些配不上。这介绍96年这个姑娘的时候，人男士就说呀，可以认识一下。然后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嘛，一家欢喜一家忧啊。96年姑娘呢是一蹦一跳啊，捂着嘴啊，笑着说呀，等待这个2人见面通知啊，然后就走了。这个93年这个姑娘呢就坐在了椅子上啊，低头啊，就是跟别人聊天嘛。我寻思啊，是不是在骂我呢？接着呢，起身啊，就把他的那个名牌包和奥迪车钥匙啊往我桌子上一放，双手叉腰啊，跟我说呀，我没有给他介绍全面，要求亲自和男士啊通电话。我问他，我说哪里不全呀？他说呀，你告诉他我很优秀，也很有上进心，靠自己买的车房。那我现在是公司的这个中层管理，以后发展肯定是潜力很大的呀。
这各方面的经济实力啊，都可以和他配得上。说完，他在最后啊还抱怨了一句啊，凭什么不如我优秀的他就愿意认识？看到姑娘这强势的样子啊，我就表示啊我帮不了，我也有脾气啊。不一会儿呢，就有人给他打电话啊，他接着拿着包他就出门了。我承认这个姑娘优秀不假，社会上也有很多这样优秀的女性，她们大多数都是学历高、工作好、赚的也多，那自己买车买房。但这只是从社会劳动力市场评价一名劳动力优秀的标准，而不是婚恋市场上来评价女友或者妻子优秀的标准。劳动力市场呀，看的是你作为员工能给公司创造的效益，而婚恋市场更注重的是你作为一个伴侣的反馈，你的外形、长相、性格、脾气等等。你觉得很优秀的地方呢，在别人眼里啊，可能是关我屁事儿。何况很多姑娘的能力啊，也只是比普通姑娘好那么一点而已，实际上也没有高到让男人趋之若鹜的程度吧。另外啊，对于某些高要求、高条件的优质姑娘们，你扪心自问啊，你再成功、再会赚钱，可你赚的钱你会拿给男人花吗？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有些女生啊，虽然有钱，但是她不愿意给男人花，也不愿意拿来养男人，她只要求啊，男性比她更加有钱才能够配得上。所以啊，有钱的是你自己的事儿，是利己而不是利他，并不是普通的姑娘就可以找到好对象，而是她们知道自己不够优秀，更加的谦虚低调、温柔、包容力强，那更加去崇拜对方，在婚恋当中不摆架子。反观有些优质女生的态度啊，总是很高冷、很傲慢，好像别人该你300万，你来要债是怎么地？哪个男人能受得了呢？这就是为什么在婚恋市场上，明明一些条件普通的姑娘，却总是比那些条件优秀的姑娘们嫁得要好。